第一课，健康的饮食习惯。我正在努力减少含糖零食的摄入，并在膳食中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真是个好主意！新鲜蔬果富含营养。我同意。健康饮食后，我的感觉真的好太多了。你最喜欢哪些水果和蔬菜？我喜欢浆果，它们香甜可口，而且不添加糖分。浆果真好吃。蔬菜呢？我最近爱上了烤球芽甘蓝、烤豹子甘蓝，它们出乎意料的美味。没错，加点橄榄油和调味料就完美了。我一定要试试。你还有其他健康食谱吗？我喜欢用菠菜和香蕉做冰沙。奶昔是补充额外营养的好方法。没错，几乎任何水果或蔬菜都可以添加到冰沙里。零食方面呢，有没有更健康的选择？我喜欢吃胡萝卜蘸鹰嘴豆泥当零食，非常清爽。听起来真不错。我喜欢苹果片配杏仁酱。这真是绝妙的组合，既能满足对甜食的渴望，又能兼顾其他方面。吃健康零食后，我感觉更有活力。我也是，关键在于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午餐准备一份色彩缤纷的沙拉吧。是的，一份满满都是蔬菜的沙拉，听起来就很棒。让我们一起做出更健康的选择，享用美味的餐点。当然，让我们把健康饮食变成一种享受吧。第二课，启动电子商务。我最近读到一篇关于该公司如何创建一种名为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的文章，听起来很有意思。具体来说，这包括哪些内容呢？从本质上讲，它整合了各种在线平台，以简化业务运营。我明白了，这肯定能让多方面管理变得更加容易。没错，它有助于提高沟通效率。但这对顾客有什么好处呢？客户在与企业进行线上互动时，可以享受流畅的体验。这一点很重要，在当今市场，便利性至关重要。当然，该公司也注重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确实可以提升客户满意度。没错，量身定制的体验会让客户感到备受重视。你认为他们在筹备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我猜想，技术方面肯定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在集成方面。这很有道理，科技确实很复杂。他们可能还需要对员工进行新系统的培训。培训对于确保每个人都步调一致至关重要。你认为这种模式未来会变得更加普遍吗？我认为是这样。随着网络购物的发展，企业也会随之调整。
电子商务将如何发展，值得关注。我同意，这可能会对未来的商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致敬创新解决方案和电子商务的未来。第3课，旅行故事。我很好奇，你都去过哪些城市？我去过纽约、芝加哥和伦敦。这些城市太棒了，你最喜欢纽约的什么？这里活力四射，总是有事情发生。我同意。你去过时代广场吗？是的，灯光璀璨，人山人海，真是太壮观了。芝加哥怎么样？你觉得那里最突出的是什么？这里的建筑太美了，我喜欢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芝加哥以其美丽的城市天际线而闻名。你参加过建筑之旅吗？是的，我参加了沿河游船之旅，真是太棒了。听起来真棒！我听说从船上看到的景色非常壮观。确实如此，导游还分享了许多关于这些建筑的精彩故事。我一定要找机会去芝加哥看看。现在跟我说说伦敦吧。伦敦历史底蕴深厚，我很喜欢参观博物馆。你参观过大英博物馆吗？是的，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那一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确实如此，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我很想找个机会和你一起吃顿饭，听你多讲讲你的旅行故事。听起来不错，我有很多故事想分享。祝愿未来有更多精彩的冒险和旅行故事。第4课，探索湖泊及其联系。你知道辛克莱湖的梅森先生非常迷人吗？我听说过，辛克莱湖与圣克莱尔湖相连。是的，圣克莱尔湖通过底特律河与伊利湖相连。真有趣，它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水系。没错，这里是划船和钓鱼的绝佳场所。我能想象到夏天这里该有多么热闹。当然，人们蜂拥而至，享受水上活动和自然风光。你曾经去过伊利湖吗？我去过，伊利湖的日落美得令人窒息。我真想去看看，你们在那里都做了些什么活动？我去划了皮划艇，还品尝了一些当地的海鲜。听起来真是完美的一天，在湖边享用新鲜海鲜真是太棒了。是的，我推荐试试鲈鱼，它很受欢迎。我会把这一点记在心里，以便下次访问时参考。你应该去，这片区域非常适合户外活动。我也喜欢徒步旅行，这些湖泊周围有徒步路线吗？是的，
有好几条步道都能欣赏到令人惊叹的水景。我真想去探索那些步道，大自然总能让我精神焕发。确实如此，靠近水边确实能让人平静下来。祝愿我们未来能一起探索湖泊，开启更多精彩的冒险之旅。当然可以，让我们计划一次旅行，体验这一切吧。第5课，职业成长。我发现这次研讨会对我的职业发展非常有价值。很高兴你也这么认为，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见解。没错，演讲者提供了许多提升技能的实用技巧。我特别喜欢关于有效沟通的那部分内容。沟通在任何工作场所都至关重要，它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同意，我计划立即实施这些方法。真是个好主意，坚持不懈对进步至关重要。参加完研讨会后，您希望达成哪些具体目标？是的，我想更有效地拓展人脉。建立人脉关系可以打开许多扇门，对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当然，我会继续练习我的电梯演讲。这招真聪明，好的推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你呢？有什么目标吗？我想提升我的领导能力。领导能力非常宝贵，你打算如何培养这种能力？我将寻找机会在工作中领导小型项目。这真是个绝妙的方法，经验是最好的老师。没错，我会保持研讨会上的势头。为了我们的成长和持续学习。第6课，创意协作。这是一个绝妙的建议，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灵感，用于我们接下来的创意项目。我同意，合作往往能激发新的灵感。你打算开展哪种类型的项目？我当时在考虑创作一件混合媒介艺术作品。听起来很有意思。你想用哪些材料？我想加入布料和纸张，它们能增加质感。纹理可以让一件作品栩栩如生。你有没有想过作品的主题？是的，我正在考虑以探索自然为主题。大自然真是灵感的源泉，我喜欢这个想法。你呢？你有什么项目计划？我有兴趣创作一系列以城市景观为灵感的绘画作品。城市景观充满活力，你可以捕捉到许多不同的氛围。没错，我想尝试不同的色彩和视角。听起来很棒，你愿意把我们的想法结合起来吗？当然，融合多种媒体形式的城市景观可能会非常引人入胜。想象一下，将织物纹理
与手绘背景融合在一起的效果，这将创造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让我们进一步集思广益，一起勾勒一些概念草图。好主意，我们可以收集材料，看看哪种方案最好。我非常期待这段创作之旅。我也是，让我们互相激励，共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作品。第7课：正念与放松。我最近一直在专注于呼吸和缓解压力。听起来很棒，你用了哪些技巧？我练习深呼吸来平静思绪。深呼吸真的非常有效，你觉得呢？我一直在练习正念，它帮助我专注于当下。正念是一种很棒的工具，你是如何将它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呢？我通常早上会留出几分钟时间冥想，这真是个开启美好一天的好方法，我也应该试试。你绝对应该这么做，这能为接下来的一天定下积极的基调。我经常忘记休息，正念练习或许能帮助我慢下来。没错，哪怕只是片刻的专注，也能带来改变。我会努力更规律地练习正念。你觉得哪些活动最能放松身心？我喜欢在大自然中散步，这有助于我放松身心。在大自然中散步是放松身心的好方法。确实如此，我感觉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更紧密了。大自然对身心有镇静作用。当然，我会把散步和正念练习结合起来。听起来是个完美的计划，祝我们都能享受放松之旅。第8课：如何在繁忙的节日中穿梭。我必须非常小心，不能踩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我完全同意，这里确实很拥挤。这里就像个迷宫，到处都是人和摊位。是的，我必须小心谨慎，谨慎行事。你看到什么有趣的摊位了吗？我注意到一个摊位在卖手工饰品，看起来很漂亮。手工饰品听起来很棒，我喜欢独一无二的款式。我也是，等有空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看看。好主意，你今天还想看到什么？我想找一些美味的食物。美食是节日必不可少的，你想吃什么？我想吃点辣的，也许来点街头小吃。墨西哥卷饼是个绝佳的选择，它们一直是节日庆典上的热门食品。没错，你呢？你想尝试什么？我在考虑要不要找些好吃的爆米花。听起来真有趣，口味选择也很多。我同意，我得先尝几种才能决定。
让我们继续前行，探索更多节日的精彩之处。是的，但我们要小心，别撞到人。当然，祝您节日快乐，一切顺利。没错，让我们尽情享受这充满活力的体验吧。第9课，财务预测。下个季度的预测情况如何？预计利润将大幅增长。真是个好消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增长？改进的销售策略和新的营销活动取得了成效。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们已经看到这项活动的成果了吗？是的，初步报告显示，我们的目标受众反响积极。那真是个好兆头。我相信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当然，我们应该继续密切关注这些趋势。我们需要考虑哪些潜在挑战？我们应该警惕供应链中断。这一点很有道理。我们需要确保库存水平保持稳定。没错，积极主动的做法能帮助我们避免任何问题。我们应该多久审查一次财务预测？我建议每月进行一次回顾，以便及时了解任何变化。听起来很有道理。持续监控是成功的关键。我同意，这有助于我们在必要时及时做出调整。祝愿下一季度业绩斐然，利润节节攀升。第10课，设定健身目标。你今年的健身目标是什么？当然，我想提高我的整体力量和耐力。听起来太棒了，力量训练非常有益。是的，我觉得它能让我一整天都精力充沛。我完全同意。你计划重点练习哪些具体动作？我想把举重训练加入到我的日常锻炼中。举重是锻炼肌肉的好方法。你以前举过重吗？有一点进步，但我希望通过举起更重的重量来增强自信。这是一个很棒的目标。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提供一些技巧方面的帮助。我会非常感激的。有个健身伙伴总是好的。你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健身目标想要达成？我希望在年底前跑完半程马拉松。那真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你开始训练了吗？是的，我上个月开始跑步训练。太棒了！马拉松训练的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当然，我每周都在逐步增加跑步距离。你会做得很好。训练时记住要倾听身体的反应。谢谢，我一定会注意避免受伤。让我们一起努力，今年实现我们的健身目标。第11课，
购物的演变。网上购物的便利性真是令人惊叹。没错，这样能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此外，您还可以足不出户进行购物。没错，再也不用忍受拥挤的商店和长长的队伍。而且，您可以轻松的在不同网站上比较价格。没错，它让寻找最优惠的价格变得更加简单。配送方式也增加了。我注意到了，当日送达服务确实很棒。确实如此，你早上订餐，晚上就能收到。这种便利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购物方式。我想知道传统商店是否会适应这种趋势。他们可能需要提升客户体验才能参与竞争。或许他们可以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好主意，个性化的购物体验可以吸引更多顾客。或者，他们可以专注于打造独具特色的店内活动。没错，引人入胜的体验可以吸引人们放弃网上购物。零售业格局将如何演变，值得关注。当然，购物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让我们拥抱变化，享受两全其美的局面。第12课：晨间习惯。这可以理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是的，我会的。我们路上别忘了买杯咖啡。没错，一杯好咖啡能改变一切。我同意，它能帮助我提神醒脑，集中注意力。你最喜欢哪种咖啡？我喜欢经典的卡布奇诺，它的味道非常均衡。卡布奇诺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更喜欢浓郁的意式浓缩咖啡。浓缩咖啡味道浓郁，绝对够劲。是的，我喜欢用一点能量来开启新的一天。你在这附近有特别喜欢的咖啡店吗？街对面就有一家很棒的咖啡馆，他们的咖啡非常好喝。我听说那家咖啡馆很棒，你一定会喜欢的。他们家的糕点也很好吃。糕点是咖啡的完美搭配。没错，我们可以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讨论会议事宜。听起来是个很棒的计划，我很兴奋。祝愿今天工作顺利，好咖啡，祝你精神抖擞。第13课：了解政府项目。这些政府项目所建立的模型对加拿大人来说至关重要。我完全同意，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是的，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项目至关重要。确实如此。你认为这些模型对个人有什么帮助？
他们为就资源利用做出明智的决策提供了一个框架。没错，这有助于加拿大人了解他们的权利和福利。您认为有哪些具体的项目特别有影响力？全民医疗保健模式非常出色，它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医疗服务。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健康绝不应该是特权。我也很赞赏这些教育资助项目，他们帮助了有需要的家庭。当然，教育对个人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那么住房计划呢？他们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的，他们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很高兴看到政府着手解决这些关键问题。你认为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吗？我认为有必要提高人们对这些项目的认识。说得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哪些选择。或许社区外展活动可以帮助弥合这一差距。没错，公民参与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源。让我们共同理解并改进这些至关重要的项目。当然，我们携手就能推动积极的改变。第14课，对辛勤工作的观察。我看到一个身材矮小、双手布满厚茧的男人，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听起来好惊险。他当时在做什么？他当时在做体力劳动，建造一座新楼。这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奉献精神。确实如此，我很欣赏他的职业道德。看到有人如此敬业，真是令人鼓舞。没错，这让我反思了努力工作的价值。我同意，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完成这些任务背后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没错，这些老茧诉说着奉献和毅力的故事。我很好奇是什么驱使他长时间工作。或许他有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说得对，努力工作往往会带来成功。确实如此，这激励我更加努力工作。我也是，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努力的重要性。没错，我们应该感激所有劳动者的付出。当然，每一项工作，无论多么微小，都有其意义。仅以此致敬辛勤工作的人和事。第15课，购物偏好。我通常去百货商店，那里商品种类繁多。没错，你几乎可以在一个地方找到任何东西。没错，我喜欢所有东西都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便利。你通常在那里购买哪些类型的商品？我经常寻找衣物和家居用品。这些都是很棒的选择。百货商店经常会有不错的折扣。
是的，我喜欢能找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您更喜欢在实体店购物还是在网上购物？我喜欢在实体店购物的体验，感觉更有参与感。我同意，试穿衣服再购买很重要。另外，我喜欢在购买前亲眼查看商品，这真是个明智的做法。你觉得呢？我喜欢网购，因为方便，尤其是买礼物的时候。网上购物非常适合快速比较价格。没错，但我怀念实体店购物的触感体验。确实不一样，我觉得两种方法各有优势。是的，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以及你的需求。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新店？我参观了一家专门经营可持续时尚的新精品店，听起来很有意思。可持续时尚越来越受欢迎了。没错，我欣赏那些将道德经营放在首位的品牌。祝您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都能找到优质产品。当然，让我们继续探索和发现新的乐趣吧。第16课：历史上的宗教冲突。我觉得很神奇，17世纪的爱尔兰竟然有那么多人仍然信奉天主教。是的，尽管面临重重压力，他们的信仰却无比坚韧。奥利弗·克伦威尔试图通过驱逐天主教徒使爱尔兰成为新教国家，这真是个大胆的举动，肯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绝对如此，他的行为导致了广泛的苦难和冲突。我只能想象这对天主教社群来说有多么艰难。是的，许多人遭受迫害，被迫逃离家园。这鲜明地提醒我们，宗教可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的确如此，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塑造了许多国家。你认为是什么驱使克伦威尔做出这些努力？我相信他的目标是使英格兰在基督教新教的统治下实现统一。这很有道理，他把这视为增强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然而，他的手段却十分严厉，甚至常常残忍。没错，历史常常向我们展示极端主义的后果。我想知道天主教社群是如何回应这种压迫的。许多人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力图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的韧性令人钦佩，信仰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当然，它能使人们在逆境中团结起来。让我们一起理解我们历史的复杂性。第17课：怀揣远大梦想。住在娃娃屋里很危险，但想想你能做的事情吧。没错，你可以用迷你家具举办茶会。没错，想想看，这能带来多少有趣的装饰乐趣啊！我现在仿佛看到了墙上的微型画作。
到处都是小植物，简直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厨房呢？娃娃屋厨房一定很可爱。是的，烘焙迷你蛋糕和饼干会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体验。我很好奇迷你烤箱会是什么样子，可能非常可爱吧。这绝对会是一次独特的烹饪冒险。说到独特，住在树屋里怎么样？树屋简直太棒了，想象一下从上面看到的景色吧。是的，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小世界里。此外，你还会被大自然环绕，听起来令人神清气爽。我仿佛已经听到了鸟鸣和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这将是逃离城市喧嚣的完美去处。你还可以设置一个绳梯，让入口更有趣。听起来太刺激了，我得好好练习一下攀岩技巧。它绝对能让你保持活力和冒险精神。让我们怀揣远大梦想，探索充满创意的居住空间。第18课，一起去超市购物。我需要去买一包意大利面做晚餐。当然，我一定会把那些也买下来。你喜欢哪种类型的意大利面？我喜欢血管面，它能很好的吸收酱汁。笔管面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我本来想的是意大利面。意大利面是经典美食，或许我们可以两种都用。听起来是个很有趣的主意，意面混合装应该会很有意思。没错，这会为我们的餐食增添更多变化。我们还需要加些新鲜蔬菜吗？没错，新鲜蔬菜能极大的提升菜肴的风味。我在考虑用甜椒和菠菜，你觉得怎么样？这些太好了，它们既能增添色彩，又能提供营养。我再去拿些大蒜和洋葱。太棒了，大蒜总能提升意面的口感。没错，那酱汁呢？你喜欢番茄酱还是青酱？我超爱青酱，它香气扑鼻，味道鲜美。那就用青酱吧，别忘了最后撒上奶酪。没错，撒上一些帕玛森芝士碎是完美的点睛之笔。我们将一起烹制一顿美味佳肴。我等不及了，和你一起做饭总是很开心。祝您晚餐愉快，与好友相聚。